最近我们在野采时，经常收获这种颜色绚丽、犹如身披彩虹的小鱼，它叫庞皮鱼，是我国著名的原生观赏鱼类。漂亮的小庞皮，我们打算把它们养着，积少成多，到时候群游起来，四舍五入不就是一缸彩虹吗？不过我们的周转箱鱼满为患，得想想别的办法。正好我俩都是胡主任的粉丝，早就想弄个大缸古法养鱼了，说干就干。我们通过三叔打听到，同村有户人家有闲置的水缸，愿意卖，就立马赶往现场，费了老劲才给弄出来。确认过眼神，绝对是司马缸砸光的缸，贼沉。我们用上了板车才给弄回去。哦对，还没给钱呢。缸主原本打算收我们20块，后来三叔帮我们一番讨价还价，30块钱成交。经过仔细的清洗，这缸焕然如旧。我想弄一个太阳能的这个水泵，做过一个小亮老师说的那种古法养鱼，但是它的古法养鱼是没有那个水泵的，我们还是养的密度大，还是弄对，这个水缸还比较深，试一下就行。太阳刚才可以翻过来就可以了。首先是玻璃窗户，而且窗户没反应，光照很足。用水的问题，来了，有水了。上了自来水。阳台真有1米，对吧？对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做一个小型过滤系统。这些竹子准备用来当个鸽架，上面放一套简易的沼泽过滤。现在准备拿这种盆做一个过滤，准备上下各打一个孔，用太阳能水泵从下面抽水进去，上面一流出来。洗完盆老弟犹豫了，太阳能水泵的扬程是1米，按理说比缸底到花盆的高度要高，但老弟担心花盆里那么多水，压力大，水抽不上来，所以决定拿个瓶子测试下。其实我比他多读几经物理书，知道水压只取决于水深，跟水多水少没有关系。不过实践出真知，况且高中的知识我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，验证一下也好。没能省下这个瓶子，我感觉非常对不起刘宇公老师。过滤顺利完成了，再加上一点植物，养些小鱼不在话下。不过在庞皮入缸的那一刻，我们陷入了沉思。老哥，这个庞皮看上去看不下去啊。一针见血。是的，庞皮本来就是膀胱好看，扔水缸里跟杂鱼没有任何区别。好在之前为了养蓝兽，我们准备了个大鱼缸。那就委屈下蓝手，腾点地方给庞皮。这个大水缸就养些适合关贝的鱼类吧。
1 week later， 终于可以腾笼换鸟了。之前我们用周转箱成功养活了这些练手的来寿鱼，以及乌龟、王八、鲫鱼、小龙虾。唯一的问题是，这些来寿时不时地摆出一副嗝屁的姿势，搞得为娘很是担心。在兄弟们，电锯惊魂，今天终于拿上这个东西了。由于这套周转箱过滤高度不够，我们需要用木头把它抬高。好的。OK。这时候想起过滤放左边顺手点，但是空间又不够，满水的鱼缸是不可能搬得动的，只能抽水出来操作。剩下的事就好办了。我们养了快小1年的鱼，现在准备放生了。养了1年的小鲫鱼，这鱼其实活跃，黑马干净，好抓，一条都抓不出来。这么哈的。金黄的好漂亮哦，这味道应该很好。我们的忍者神龟也不能忘，把他家打扫打扫，也装上一套过滤吧。这种其实就是简鱼过滤。到这里，所有的水族生物终于各归各家了，又回到了在鱼缸前一坐就是半个小时的时光。emo 的时候看鱼真的很治愈，放空大脑，放松身心。现在这首十分应景的歌叫《
我们这里还有鱼，是为一场大地震而做的。当时很多人失去了至亲，无家可归，不少人丧失了生活的勇气，选择了离开人世。鱼在歌里代表希望，意在鼓励人们面对不幸能够勇敢地活下去。想想自己的苦恼，不过是创业陷入困境，没流量没钱赚，好像不值一提。生死之外皆是擦伤，只要还活着，就应该努力地去追梦。感谢收看，拜了个拜。